哎，这一次，等一下，那我嗨，我是喵夫人的阿森哥。嗨，我是喵夫人的小编。我们今天要开箱一款标榜边吃边保养的主食餐包。二话不多说，上桌。今天开箱的是肉球世界南极磷虾大肉包，它有2个规格，分别是45克的南极磷虾大肉包跟185克南极磷虾重磅大肉包，总共有6个口味，4种内脏，2种肉丝状。小编，你知道为什么它标榜边吃边保养吗？为什么啊？特别在哪里？它有6种口味，分别补充6种不同的营养元素，里面包含针对泌尿道、心脏、眼睛、免疫力、关节等6种，而且每一包里面都含有1%的磷虾油哦。那我问题，肉球世界南极磷虾油在我们线上商城卖得很好，那到底是什么？南极磷虾油主要可以帮助毛发稀少、干燥瘙痒、毛发褪色、皮肤过敏、泪痕等状况。它的餐包跟其他家餐包有不一样的地方吗？你有没有发现它有2个开口？如果你在外喂食不方便，可以用小开口直接喂食给猫吃，适合外出或给小鸟喂的猫；而大开口能够让你快速倒入容器喂食。那我们这次就先开泥状的，是要开的口味是尾鱼益生元，它针对就是肠胃道的肠胃菌丛平衡，你就直接开大开口。开口好吃吗？需要出一点力，但还算是好吃，比泡面的好吃。对，味道呢？那怎么样？它的鱼味是蛮重的，它的鱼。这样剪掉，很呛是不是？很呛，还没好，还没好。这个鱼味很呛，对不对？对，尾鱼的味道蛮重的，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物，但是蛮绵密的，变成这样子，把它倒出来看看，它的质地算蛮绵密的，你可以看一下。我在里面加一点水好了，看它能不能直接拿来做灌食。哇，你的猫吃完了，这个是加过水的。那它加完水之后，如果搅拌均匀，它是还蛮适合可以直接做灌食作用。就家中如果有猫已经不大能咬的，实际上这样子加水之后，直接用针筒灌食是蛮方便的。所以直接做汤灌，可以。事实上也帮助一些猫咪可以补充一点水分。家里面很爱喝水的，没有爱喝，对，没有爱喝水的猫，实际上也是蛮适合直接加水的。我们来开另外一罐，吃光了，真的吃光了，吃光了，还在装而已，它就吃光了。其实15克蛮小包的，它就只适合一些小鸟喂或者是一只猫的量而已。对，所以实际上一只猫整个吃完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想要试试看，15克其实还蛮适合试看，都真的 OK 喜欢的话，再买大包就好了。对，所以就推荐就有尝鲜过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先买这种小包装的回去，看你家的猫会不会吃。如果会吃，实际上你就可以多买。或者小鸟胃的猫，对，尝鲜价，到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尝鲜组合价，可以提供给大家，可以试试看。那这一个它就是肉丝状的，这是什么口味？它这个口味实际上是尾鱼加藜麦，鱼味是蛮重的。那它这个鸡肉口味吗？它有鸡肉口味，因为鸡肉口味被我们昨天猫吃完了。所以这是我们开的都是鱼肉口味。哦，难怪那个今天的猫吃这么快。对，因为我们昨天也是抢食中，完全就是抢食中。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内容物是像这样子的肉丝状，是米家丝的方式去呈现的。但它的丝状不像我们副食罐一样去大肉丝型的，它是属于碎肉、细小碎肉型的肉丝。所以喜欢咬咬的猫还是对，如果说喜欢比较有点口感的猫，对，不是一直舔，就喜欢一点口感的猫，它们应该会爱。试吃员要上来吗？来，试吃员上来。这样是鱼基底的，这个基底的试吃员其实也蛮爱吃。这个系列口味实际上我们家都还蛮喜欢的。但是我们昨天试吃的那个鸡肉好像没有像鱼肉底的这种这么夸张鸡肉的味道我有闻过，实际上它的味道没有像鱼肉这么的重。二来是我们家有一只德冠主义者，所以他对于这一块并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的那个营养成分好了。这个胖猫可以吃吗？我有看过它6种口味的成分，里面实际上它的脂肪跟热量是可以的。因为目前看到热量，它最低的是100克，大概是77.3的卡路里，最高也不过是90.5卡路里。所以实际上以这个热量来讲，它算是蛮标准的。肥猫、胖猫都是可以吃的，它不会。剩猫部分，它的磷含量大概都在0.2上下，大概0.2、0.22左右，所以不算太低，但也没有到真的高，就我们所谓的低磷罐的几句而已。全龄猫都可以使用，但是如果是剩猫的，我们还是会建议有医师这边去做评估跟判断。问一个新手家长是，幼猫可以吃吗？幼猫来讲，它可以吃，但是我们通常会建议大概是1个礼拜吃2到3餐，因为以磷来讲的话，它还是偏低一点点。那幼猫事实上还是要摄取该有的磷，但它不像真正的低磷罐一样做到可能0.1几或者是0点几这样子。至于适口性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每只猫的状况。因为我们家有4只猫，但是其中就有一只它比较喜欢像德冠这种的肉酱状的嚼劲，所以对于台冠这种的泥状型，它就不大喜欢。那另外3只猫你看到的都还蛮能够接受的。喜欢肉球世界南极磷虾大肉包的朋友们，或是想尝鲜大肉包的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赖社群，可以掌握第一手优惠资讯。下次见，拜拜。